Hello Hello，大家晚安。今天呢，带大家来读这个 Nerf，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介绍论文的这个 Nerf， 终于要来读程式码的部分了。对，之前呢一直都在讲那个论文，都还没有带大家实际看过它的程式码长什么样子。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学术界他们的人写出来的 code 到底是长怎样子的。 OK， 我人物放在左边是不是挡到了？还是放回右边好了。 Hello 赖维正安安，哇，人物还是放到右边好了，因为就是我切到那个 VS Code 的时候，那个右边会挡住那些之前那什么 training 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把它放到左边。不过放到左边好像又挡住 GitHub 的。Hello， 大家晚安 ，Timmy Rex 安安 ，KJ 昌安 ，Legal Hi， 我听到你的愿望了，想要看一下这个 Nerf 它的 code 是怎样。OK， 对，那今天的话还是一样，反正之后我直播这种深度学习的应该都在Ubuntu上面直播。今天设定那个虚拟人物设定一段时间，因为我用的我先讲一些无关紧要的，就是我用的那个程式叫 VC Face 这个是蛮好用的啦，而且也很顺，但是缺点就是它只有 Windows 的可执行档，要在 Windows 才能执行，然后我在Ubuntu那个同样的档案就没办法执行，所以我就找了很多网络上的教学，最后发现一个很神奇的方法，就是可以在Ubuntu上面安装 Steam， 然后用 Steam 把这个东西打开，然后你还要安装一个插件叫什么 Proton， 对，安装一个叫 Proton 的插件，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在Ubuntu上面打开 Windows 的那个可执行档。所以呢，终于成功的把我这个虚拟人物叫出来。Hello， 耿向威，嗨。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来开始看今天的 code 吧。对，今天的话应该不会讲太久，因为要早点休息，可能最多讲1个半小时。那讲不完的话，就再开第2次再讲，这样子。好，那这个 Nerf 的这个 GitHub 呢，我有发在那个影片的介绍栏的地方，大家可以打开。那现在有4000多个，4800个 star。那大家就先 clone 下来，我是已经 clone 下来了，在这里。这个呢是那个 Nerf 它的程式码。OK，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读它的内容。好，那在读这个 Nerf 之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 Hello 陈玉谦安安，大概的那个深度学习它的这个程式是怎样的一个执行，是怎样的一个流程。 OK， 好，那深度学习大家都知道嘛，有那个训练跟那个叫做推论，这个英文是 train， 然后推论有这2个主要的阶段，那这个叫做 inference。OK， 有这2个主要的阶段，我会把它加 ing 好了，要不然一个动词一个名词，怪怪。好，那训练阶段呢，就跟其实我之前在讲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的时候也有介绍到，就是主要的那个步骤有3个。那第一个步骤呢是取得资料。OK。那取得资料，那我这边比如说用一个像 database 一样的东西来表示。OK， 那训练的时候，第一步是取得资料，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呢 pass 到这个神经网路里面。这里我就叫它 DNN 好了 ，Deep Neural Network。那这个呢，我们先暂时不用知道它的构造是怎样。那这个构造呢，会随不同的那种任务会有不同的构造，比如说图像辨识的话，可能就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那如果是那种语音或者文字的话，可能是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用 recurrent， 应该都是用 transformer 这样子。对，就是
这个神经网络的构造会有各种不同的构造。那我们这边就用一个 DNN 来概括它们。Hello， 小红 Anthony 苏建安，现在来先讲一下这个深度学习的概要的这个框架。OK， 那出来之后呢，会有一个结果。那这个东西，我们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Y-head 好了，这个东西是推论出来的，应该说是我们把它叫做 prediction 吧，就是预测的结果。预测的结果。然后呢，同时呢，这个资料呢，同时也会有一笔这个 Y， 这个叫做 ground truth， 就是真值。OK， 那最后的这个深度学习的步骤呢，就是计算 loss， 计算这个损失函数，就是比较这两个东西它们的差别。那比如说那个我们上次介绍那个 MNIST 呢，就是比较这两个东西，然后使用一个叫做 cross entropy 的 loss 去计算它们两个之间的差。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这个 NeRF 呢，它是计算就是图像重现的结果，所以是那个像素之间的颜色的差别，那越小越好这样子。OK， 那计算完这个 loss 之后呢，会有一个 back propagation 的动作，然后会把这个 loss 呢，然后计算这个梯度，然后更新我们的这个 DNN。OK， 所以呢，如果以我来说的话啦，就是我会把这个深度学习的训练，就是大致分为就是这3个步骤。第一步就是准备资料，那第2步是构造你的那个神经网络，那第3步是计算 loss， 然后再把这个 gradient 呢，就是更新到这个 DNN 的权重上面。好，那推论的时候呢，就变得比较简单，它是只需要这个资料跟 DNN 的部分。那我们一样会有这个一笔资料，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 ground truth 了。那第2步呢，是直接 pass 到这个 DNN 里面，然后去获得这个最终的这个预测结果。OK， 那推论的话就比较简单，就没有这个计算 loss 的步骤，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心目当中的那个深度学习的，就是概要的这个框架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 code 的这个过程呢，就会着重在找出这3个部分在哪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看 NeRF 嘛，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它的读取资料的部分在哪 ？OK， 那它构造这个深度学习、深度神经网络的地方在哪？然后最后呢，它计算 loss 的地方在哪？对，我们就把这3个地方找出来，那大概就可以读懂它整个 code 在干嘛了。好，好，那我们就实际来看它的 code 吧。OK，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大家先就可以 clone 这个 repository 嘛，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 quick start， 就是它 readme 告诉我们说它训练使用的是哪一个 Python 的档案这样子。OK， 那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哦，它这边是使用 Anaconda 去做一个虚拟环境，那我自己也是用 Anaconda 啦。然后呢，这边的话第一行是说指定这个环境它所需要的这个资料包，然后去把它都下载下来这样子。然后第2行呢，就是启用这个环境。好，那这一边第3行呢，这个是下载它的资料，现在还只是下载的部分，还没有到读取。那对，这边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资料长什么样子好了，因为我都已经下载好了，有非常多。对，它在论文里面，这边也可以就是跟论文比较一下，就是它在论文里面呢提到了3个资料集。算了，论文太长了，找不太到。对，论文里面提到了3个资料集，但我这边只下载了2个。
就是有一个是之前的论文所使用到的啦，那另外2个是这一篇论文当中新提出来的。那一个是 Nerve Synthetic 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他们用 Blender 那个 3D 的建模软体去生成的一个合成的资料集。OK，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哦，它在这个 train 里面呢，就包含了非常多的图片，就是呢，它对于同一个物体呢，它去从不同的角度去拍摄它，然后拍到的图片，这是它的资料集。那除了有这些图片之外呢，它还提供了就是每一张图片它照相机的位置。对，这个位置我们上一次在讲这个 MIP Nerve 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就是那个照相机的位置啊，还有它的那个旋转角度都包含在这个档案里面。好，对，所以呢，它的这个资料集呢是包含了这个图片以及每一张图片它的照相机的位置。对，大家记得这个就好。好，刚才给大家看的是那个合成的资料，那这边呢，他们也有就是自己去拍真实世界里的一些就是图片，比如说这个，他拍一张植物，就是一个植物，然后他从不同的角度去拍它。然后拍完之后呢，像刚才一样，我们也要知道这些图片的位置，才能去进行训练。那他们，对，这个因为是手动拍的，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知道位置。那他们是用一个叫做 CoMap， 这个论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他们或者是说现在，就是重建未知的这种论文。所使用到的软体呢，都是这个叫 CoMap 的东西。就是这个 CoMap 是你提供给他那些图片的话，它就可以自动帮你重建出那些图片的位置，就是位置啊、旋转角度那些的。当然说，那个精确度不一定是100%正确，毕竟不是像合成资料一样那么完美的。对。但是它的准确度也算是蛮高的，如果你的那个图片它有很多特征点的话。好，对，那这些图片呢，它所构建出来的位置呢，它是保存在一个叫 posesbound.mpy.numpy 的一个档案里面。对，对于每一个场景，因为它这个方法呢是对于每一个场景它是独立训练的。对，所以对于每一个场景呢，它都有那个图片啊，再加上那个未知的档案，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是下载资料的部分。好，终于要来到我们这个训练的档案。那训练的档案呢，它这边写是 Python run nerve， 然后会取得一个这个 configuration， 就是训练的那个一些参数的设定，这样子。好。那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实际训练的这个程式码呢，是在一个叫 runnerve.py 的一个档案里面。OK，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先从这个 runnerve 开始，一步一步往下挖掘。对，好，那我们就打开这个 runnerve 的档案。对，今天的话应该是不会实际执行啦。要执行的话，你就按照它的步骤去，就是启用这个环境啊，然后执行这个就可以了。今天的话，只是用眼睛看就好，用眼睛就是看我们刚才提到这3个部分，这个资料、DNN、计算 loss 这些分别是对应到哪里这样子。然后呢，可能有空的话帮他那个 refactor 一下，因为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写的不太好的，就是不太容易懂。OK， 好，那我们打开这个 runnerve 之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找的是它的这个 main 函数。那 main 函数呢，通常会写在这个档案的最下面，然后呢会用一个 if name 等于 main 把它包起来。OK， 那我们就找到这个地方。那这里的 main 函数是一个叫 train 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再找这个 train 的函数在哪里。那 train 的话，往上看哦，应该就是这个，
或者你不用像我这样一个一个就是一个一个拉啦，你只要就是搜寻这个就可以了，就是 train 后面加一个括号，你就可以马上搜到那个函数在哪里。OK， 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慢慢看吧。这边我是不是再放大一点会比较好？这个字的大小大家会觉得太小吗？我这样再放大一点看看，这样子应该就还蛮大了。好，那 OK， 那我们就一行一行慢慢看它在干什么吧。因为这个我很久以前看的，现在不太记得。好，那第一步呢是这个 parser 等于 config parser。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config parser 是什么。好，那这个 config parser 呢，它是像一个 argparse 一样的。Font size pretty good. Okay, I'll keep this size in the future. The last time yeah, it was too small, I think. 好，那这边 config parser 呢，它是一个像 argparse 的一样的东西。那我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了啦，因为我自己的话是都会使用这个 argparse， 就是我上次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教学也有用到，那就是可以让你指定不同的这些参数这样子。好，那它这边是用这个，然后这边就是指定各种学习的训练使用的参数，比如说你的那个就是资料在哪里啊，然后你训练出来那个模型最后会存在哪里？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神经网络的层数，然后每一层有几个神经元这样子。对，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时候再慢慢回来看就可以。这边我们就先知道这个函数 config parser 呢，它是用来就是读取那些训练参数的。好，然后这里我们马上就发现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这个 import 这个东西呢，其实最好是不要写在这啦，就是每个 import 就最好写在一开始，就写在开头。开头就是你 import 的所有的东西，你下面函数什么的就不要再有 import。这样子的话是首先比较好懂，接下来是不容易出错。就是你 import 的话，大家知道就是 import 它是有顺序的，就是它是 import 是从上往下开始 import。所以假设今天你有一个函数，你可能定义在两个不同的档案里面，那你两个不同档案却有同样名字的函数，那你如果都 import 进来的话，那你后面那一个会覆盖之前的那一个。那这是一个比较少会发生但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对，所以好的习惯还是 import 全部写在开头。好，那我们再回来这个config parser 的地方，在这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config parser 是读取参数，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了。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很长嘛，你每次都要拉这么长就很不方便。所以我的习惯就是我如果看懂一个函数它在干嘛的时候，我就把它关掉，就是像这样子。就是用那个编辑器的好处就是它让你就是可以关掉一长串这种函数或者是 if 这种while这种有 loop 的东西，它可以把它关掉。O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掉，那画面就精简许多。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 parser 点 parseargs 是把这些刚才定义的参数呢存到一个叫 args 的一个叫 namespace 的东西。对，大家可能知道这个 dictionary， 比如说是像这样子的嘛，是一个 key 对应一个 value 这样子。那我们比如说想要取得这个 a 对应的这个 value 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 d 然后中括号 a 这样子。是中括号那个 key 的部分，我们可以取出或者是设定它的值这样子。那这个是 dictionary 的用法。这个 args 比较不一样，它是一个 namespace， 但其实概念也是一样的，但是它取得值的方法就是点。所以如果今天我的 d 是一个 namespace 的话，那我取得 a 的方法是 d 点 a 这样子。
可以取得也可以复制，这样子，就是这个 namespace 跟 dictionary 的一个小小的差别，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好，那一开始的话，它是设定一个 random seed， 这个比较少看到，但是就是可能还是有人会就是实验的时候设置这个乱数，就像我们上次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也有介绍说，你要是设定了一个乱数，你每次固定这个乱数的值的话，那你每次出来的结果都可以一样，就保证这个结果的再现性。那这边的话，应该是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啦，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实际你这个深度学习，就是特别又是在这种图像处理的时候，你的那个会用到乱数的地方特别多。对，比如说 NumPy， 你会用到乱数啊。如果你有用那个叫什么 Torch Vision。Torch Vision 它里面也有乱数，等一下 Torch Vision 还是应该是没有忘记了，反正就是还有其他的函数库里面也会有乱数，所以你要记得全部都设，要不然你要是少设了一个，即使你固定了其他的，这整个实验还是不一定可以再现的。好，这是一个小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先跳过。对，那一样看完之后。就是因为这是 if 嘛，这边我就知道是设定乱数，那我就会先把这个关掉，就是关掉就代表我已经看懂它在干嘛了，然后就可以减少我看其他的部分的一些负担。好，那接下来他这边很好心的帮我们写了一个 comment 叫 load data，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部分呢就是从这里，那我们先看一下，因为这个都是 if 嘛，我们先把这个关起来。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 load data 的地方呢，它是总共有3种不同的这个 data set，3种不同的资料集。对，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一个是 LLFF， 是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实际拍的照片，就是例如说那个植物的照片，就是实际的照片。第二种 data type 是这个 Blender， 就是那个合成出来的照片。那最后一种是 Deep Voxel， 这个是我们这边没有下载到。那论文当中也有用到，这个是之前的论文当中有使用到的一个资料集这样子。然后最后还有一种 unknown， 就是要是你输入的不在这里呢，它会就是直接结束这个程式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读取资料的部分呢，在这个584行到644行。OK， 但是呢，这边呢其实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结。对，我们知道刚才第一部分是在这个地方嘛，但是呢，对，就是说这个地方只是读取，就是读取那个，比如说图片然后位置这样子的一个档案，但是呢，它还没有把它变成可以就是 pass 到神经网络一样的那个格式，所以这个还只是第一部分。OK，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因为讲3个就比较麻烦，那我们就随便挑一个打开好了。比如说，我们就挑这个 Blender， 就是那个乐高的那个场景，我们把它打开。好，那这边的话，它告诉我们说这些，对，这边的话，它这个变数的名称就告诉我们一些讯息，就是它会呼叫这个 load blender data。那这个 load blender data 我们等一下再去找这个函数在哪里。然后 load blender data 它会回传这些东西。OK， 它首先回传的是这个 images， 就是那个物体它所有的图片。OK， 那 poses 呢是回传的是那所有图片它每一张图片的位置。OK， 那 render poses 我们这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函数。然后 hwf 这个的话是可以大概跟那个大概用名字猜一下啦，就是 hw 就是 height 跟 width 嘛，就是那个图片的长跟宽。那 f 的话在图像里面大部分就指 focal， 就是那个图片它的
焦距。好，那 iSplit 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这个 Load Blender Data。好，那这个一样，我们就搜寻一下这个东西在哪里。好，那我们看到它是从另外一个档案中 import 进来的。那另外一个档案叫做 Load Blender。那这样写的话，那个档案会叫 Load Blender 点 py。那我们就找说这个档案在哪里啊？在这里，我们就把它打开。好，然后找到我们刚才那个 Load Blender Data 这个函数，这个在这里。好，那这边的话，就我们记住我们要读取的是那个嘛，就是图片跟所有图片它的位置，主要是这2个。OK， 那首先所有图片的位置呢，它就是存在这个叫做比如说 legal 好了，就是存在这个叫做 transforms， 然后底线，然后 split 点 JSON 这个档案里面。所以呢，它这边先读取所有的 split， 然后呢，再把这些所有的 split 的那个 transform 读取出来，然后存到这个 meta 这个 dictionary 里面。对，这边因为我比较熟，所以我解释的比较快。如果大家有哪边就是这个程式码哪边看不太懂的话，欢迎随时提问，就是告诉我，比如说第几行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 for s in split 这边是在干嘛？你可能看不懂，可以问我没有关系。好，比如说 for s in split， 那就是对于每一个 split 里面的这个元素，我们都把它取出来，所以这个 s 呢会是 train val test 这样子。好 ，OK， 那这边的话呢，它是做了2个 list， 那一个是存所有的图片的档案，一个是存所有未知的档案。好，然后呢，它先读取这个未知的档案，然后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test skip， 这个的话我们应该先不用管它，因为它名字有一个 test， 所以它应该是在那个推论的时候才会用到的。那训练的时候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再回来看，那这个训练的时候，这个值应该会是是 args 的这个应该会是1啦，就代表不 skip 任何东西，就是读取所有的档案。对，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掉，就是 skip 就等于1。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读取，对，这边的话就是读取所有的档案，然后把它存到这个，首先存到 images 里面，然后呢再把 images 做一个正规化的动作。对，因为我们读取出来这个每一张图呢，它是一个 RGB， 然后从0到255的图片。那在这个 Nerf 的训练里面呢，它是把它全部都就是正规化到0跟1之间。对，所以它这边在做的事情呢，是把0到255呢就除以255，把它变到0到1之间。然后这边的话还是 RGBA 这样子。对，一般的图片是 RGB 嘛，只有3个颜色。那 A 的话是透明度。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有图片的地方，有物体的地方，这个透明度才是1。那比如说背景，你会看到这个 checkerboard， 我们叫就是这种格状的东西，那代表是透明度是0，就是那边是透明的，没有东西这样子。好。OK， 那 poses 的话一样，它是读取每一个 pose。那每一个 pose 的话呢，它是从这个每一个这个 transform 的这个矩阵当中读取的，所以它是一个4×4的矩阵。那这边没有写，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再加一个
加一个注解说每一个矩阵呢，它是一个4×4的矩阵这样子。好，然后它最后呢把这些 images 呢再加到 all images， 所以大家这边就可以知道说它的 all images 呢其实是包含了 train val test 这3个 split 的所有的图片这样子。每一个 split 又有很多个图片，那把这些图片再全部弄在一起，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array。好，那这个 iSplit 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对，这边在 for 里面的时候，它还计算说每一个 split 它有就是多少张图片，对，它还计算出有多少张图片，然后这边的话 iSplit 的话，应该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 split 有多少张图片啦。那实际的话，其实它可以不用这样写，因为它每一个都是固定的。比如说 train 的话，就是有100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这边 train 的话是100张，我记得 val 也是100张，对 val validation 也是100张，然后 test 好像是200张，所以这个就它其实可以 hard code 也没关系啊，就是这是100、100、200的一个 list 这样子。对，它在这个 count 里面记录说每一个 split 有多少张图片，然后最后再把它存到这个 iSplit 里面来。不对，它是存到一个 A range 里面，所以应该说第一个是一个0到100的一个 list， 然后第二个是100到199， 0到199，然后100到199，然后200到399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好，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往下看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还没有解码成功的那个 HWF， 这个到底是什么？还有这个 render poses。对，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image 是所有的图片，然后 poses 是所有的位置，然后这个 iSplit 就是每一个 split 有多少张图片这样子。那我们还有2个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就慢慢来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首先呢，它是取得这个每一张图片的它的宽跟长跟宽 ，h 是这个纵向的那个大小，那 w 是横向的大小。好，那这个 camera angle x 呢，是它在这里面这个 transform 里面定义的一个数值。那这个是其实你要看它的这个 data 的说明才知道。不过这边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就是那个照相机的那个 field of view， 就是那个叫什么视角的大小 field of view， 那缩写是 FOV 这样子。对，那要从这个 field of view 计算这个那个焦距的大小的话，就是有一个公式，那是长这样子的。我这边也可以就是顺便推导一下给大家看，这个不难。OK， 这个公式不难。OK， 那就是我们照相机，比如说长这样子好了。这是一张照相机，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一台照相机。那它的 FOV 呢，是指的是这边的角度，这个叫做 FOV。OK， 那我们所谓的这个焦距呢，是指照相机的中心到这个成像平面的距离，也就是这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呢，我们会把它叫做F， 就是焦距。好，那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横向的这个大小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一张图片它的横向的像素的个数。所以我们以刚才的那个名称来说的话，就是 W 这样子。对，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从这个 W 跟 FOV 算出这个 F。那如果你会这个三角函数的话，就很简单看出来。比如说，我们就取这个左边这一个，
发现这个有点不够粗，那我们就取左边这个直角三角形来看的话，然后把它转一半，转成像这样子。那我们知道这边的长度就是 f， 这边是这个，然后所以这边的话就是2/w， 那这个角度的话就是2/FOV 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tangent 来把这个 f 算出来。那 tangent 的这个2/FOV 呢，就是等于这个对边除以邻边嘛，就是 2/W 除以这个 f。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f 会等于，那我们把这个移过来，然后再把这个移到这个分母的地方，所以它会等于这个2/W 再除以 tangent 的2/FOV。对，那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计算结果。好，那它在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计算结果用 code 打出来，就是2/W， 那它们是 0.5乘，那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分母的地方就是 2/FOV， 所以是 0.5 乘以这个。那这样子的话是算出那个每一张图片它的焦距。好，那这个接下来这个 render poses 的部分呢，比较复杂，我这边就先跳过，因为大家其实等一下也可以在 train 里面看到 ，train 里面它是不会用到这个 render poses 的，就是只会用到这个 image poses，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照相机它的内参，就是有多少个像素，纵向、横向共有多少个像素，然后焦距是多少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奇怪，这个 half res， 这个会有用到吗？可能会啦，但这边就是比较奇怪，它是定义了一个叫做 half res 的一个参数。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要不要用一半的解析度去训练。对，因为 NeRF 的话，它是每一个像素是独立的训练的，所以你总共的那个资料的个数其实是图片的张数再乘以每一张图片有多少个像素。那你图片如果很大，那像素就很多，那训练时间就很长。所以它这边的意思是，你要不要把这个图片先把它就是缩减成1/2，缩小成1/2，再下去训练。因为如果缩小成1/2的话，那是纵横都变1/2，那像素的个数就变1/4，那就变得非常少，那训练的速度就会变快。对，那如果是 half res 的话呢，它这边是就 resize 成，它这边也就是很奇怪啦，就是因为这个 HW 我们事前其实不知道是多少，那个 Blender 的话是800没错，所以它这边 hard code 成400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其实这样写法也是不好啊，你要么就这边全部都 hard code， 要么就这边也用乱数，不是乱数，要么这边也用变数。所以比较好的写法应该是这边就写这样子啦 ，resize 的话应该是 AW 在前面，比较好的写法应该是用变数去给它 pass 进去这样子。对，然后呢，这边就如果是用一半的解析度去训练，就先把它缩小成1/2，然后把这个图片的大小呢减半，然后。因为图片的大小跟那个焦距是成比例的，所以图片大小减半，那你焦距也是减半这样子。但是再提一句，就是这样子的写法其实就是很不好，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要么只能训练整张图片，要么只能训练一半的图片。它更好的写法其实是你在这边指定那个你要训练的图片的大小，比如说你这边。原本是800嘛，一半是400，那你今天可能想要训练600×600，或者想要训练200×200、100×100都有可能，对吧？那但是你这样子写的话，你就只能训练800或者是400，这样就很不好。所以更好的写法应该是在这里呢，不要用什么 half res， 要么就指定一个就是比如说。叫做 resolution 啊，或者叫做 target
wh， 就是变数名称之后再想也没关系，就是你这边的话你就 pass 一个你想要的大小，比如说我就 pass 进来，比如说400这样子，那我就根据这个 target wh 呢去做这个 resize 啊，然后把这个 hw 更改的一个操作，这样子是会比较好，因为你训练的时候你的解析度就可以自由调整，就不一定要是一半或是全部这样子，只有2种选择。好，那这个是 load blender 里面，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函数呢会 return 回来，这边 image 是一个 numpy 的一个 array， 那定义的是所有不是所有参数，所有图片它的那个 RGBA 啦，就是所有图片它的每一个像素的颜色，然后 poses 呢是所有图片它的位姿，那每一个位姿呢是4×4的矩阵。那 render poses 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等一下再看。那 HWF 呢是每一张图片它的长宽跟焦距，那这个是一个 list， 里面有3个数字。那 iSplit 呢是每一个 split 就是 train validation 还有 test， 它总共每一个 split 有多少张图片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大概知道这样子。这边的话只是 print 一个东西，是不是很重要？这边就是 debug 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 print 一大堆，就是在某个地方可能前面那一行有可能出错，我们就在下面 print 一个东西，然后代表说如果我看到 print 前面就对了这样子。但这个跟训练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弄掉。好，那 iSplit 这一行就是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iSplit 每一个 split 呢各有多少张图片，它把它一个一个取出来。对，这个东西就对应到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 list， 那每一个元素呢是一个 a range， 是一个 range 这样子。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它定义了两个变数 near 跟 far。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要看论文。论文里面有写到说，就是我们昨天也有讲到，我一直说昨天，就是如果说昨天就是上次礼拜一的时候，也有讲到说，就是它这个 nerve 在 render 的时候啊，就是我再画一次那个同样那一张图好了，就是一个像素，然后你有一个照相机嘛，原点在这，然后你是通过这个照相机的原点，然后以及这个像素的中心，然后你射出一条射线，这样子。然后呢，你在这个射线上面取很多个这个采样点去计算它的颜色。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需要知道说这个物体大概在哪里，要不然这个射线是无限长的嘛，我们没有办法计算一个无限长东西它的颜色。所以呢，这个 near 跟 far 呢，就是定义说近的平面跟远的平面，它的那个境界在哪里？对，我把每个都放大好了，因为我上次的解析度用比较小，今天我这个萤幕解析度用大一点，所以这个字看起来比较小。好，那这个东西呢，就是 near， 就是我们定义说这个物体呢会处在哪两个平面之间。对，那这个就是刚刚那个 code 里面的 near 跟 far。那因为是 Blender，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那个合成的资料集，所以这个 near 跟 far 呢是他们在创建这个资料集的时候就事先知道说，我就知道这个物体一定是在这个 near 跟 far 之间，他们知道这个 near 跟 far 的数值是多少，所以他这边就 hard code 了，就是2跟6这样子。对，好，所以这个 near 跟 far 的这个意义是这样子，就是定义说
最近跟最远那个平面它的距离是多少。这个2跟6的数值的意思是这个平面跟这个照相机原点之间的距离，这样子。好，然后呢，这边接下来它有一个叫 args.white background， 这个是比如说你可能看不懂的话，我们就再回去这个 config parser 里面看，找那个white background 的那个参数。OK， 我们找到了，在这里。对，那这边它的解释是说 set to render synthetic data on a white background。对，那这个的意思是说你的这个图片啊，就我们刚刚看到的图片，就是这些背景是不是白色的这样子。那如果是正常来说，就是我们会把它设成白色的。那其实不是白色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就预设它为白色的就好。那然后我们刚刚又说到这个 images 原本是一个 RGBA 的图片，就是它的形状是 h 乘 w 乘上，应该是 n 乘上 h 乘 w 乘上4。我在这边写一下好了。这个 images 原本的这个大小呢是 n 乘上 w 乘上 h 乘上4。那这个 n 是每一个 split 它有多少张图片？那不是每个 split， 应该是全部的图片，所以这个 n 应该是400，因为我们刚刚说 train 有100 validation 100 test 有200，所以这边总共有400张图片。hw 就是那个图片的大小。那如果不做 resize 的话，就是800乘800这样子。然后4的话是每一张图片呢，它有4个通道 RGBA。OK， 那如果我们要让它是 white background 的话，那我们就会把最后一个通道呢，把它加到前3个那个 RGB 里面。对，其实最后一个通道，我们就看最后一个通道就好了。对，这个-1冒号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通道，就是那个透明度的意思。那如果这个东西是1的话，我在这边写好了啊。如果这个东西是1的话，代表这边是opaque 的意思就是有物体，就是非透明。那如果这个东西是1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images 的话，如果这个东西是1，我们可以看到说它 images 就会等于前3个 RGB 乘以1加上1减1就是0嘛。对，所以这个前3个东西就会变成 RGB， 那也就是不变的意思，就是有物体的地方它的 RGB 是不变的。unchanged。 OK， 那如果或者我写如果 images 的，如果它最后一个通道是0，也就是 transparent， 如果是透明的话，那我们再计算一下这个会发生什么事。那如果是0的话，那前面这个项就会变0，那后面这个项就会变1。对，所以如果在透明的地方的话，这个 images 会变成1，那1就是白色的意思。对，那所以这个处理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它是把那个透明度呢，就是转换为白色，就是透明的地方转换为白色，然后其他非透明的地方不变，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好，那正常来说，如果是 Blender 的话，因为它的图片是原本有透明的，所以这个 white background 这个 argument 它的 default 就是 true， 所以始终会执行上面这个部分。OK， 那我们这边就大概解释完了这个读取 data 的部分，读取 data 的上半部分。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这个只是读取那些图片，读取它的颜色而已，还没有真正把它 pass 到那个神经网络里面。我们看一下是否还有其他的处理，这样子。
好，然后呢，这边的话，我们继续看哦。这边刚才读取出来这个 Blender 里面又有一个叫 HWF 嘛，就是包含了三个参数、3个浮点数的一个 list。那这边它是把它一个一个取出来，然后把长跟宽呢都变成 int。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做啦。就是更好的方法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要么就这边的时候你就不要输入一个什么 half-res， 你就输入一个叫 target HW 的一个参数。那这个参数呢，你就在那个 config parser 里面呢，强制它必须要是一个 int， 比如说 type 等于 int，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强制它是一个整数。对，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你这边这个 HW 啊，你就可以直接从那个 target HW 里面取出来，你就不用再这样麻烦的先取一次，然后还要再取 int 这样子，然后取完 int 之后，它再把它包回去，就这边就比较没有效率啦。当然速度是不会变慢太多，但是就看起来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别人 code 看到有一种那种郁闷的心情，就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写？明明有更好的写法，而且就是一目了然，就是一看就知道这个不好，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写？这样子。好，那这个 render poses 我们等一下再说，这边我们还没有看懂。然后接下来这部分的话，它是写 create logdir and copy the config file。这边应该就是你训练的时候会生成那个模型的权重啊，然后你需要保存你训练的时候所使用那些参数的那个一个列表这样子。那它这边的话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它就是创造一些资料夹，然后把你那个训练的那些参数的一个列表，或者是你最后训练出来的模型，都把它存到这个资料夹里。它是在做创建资料夹的事情。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用太理它，其实因为跟训练比较没关。Hello， 汪天才安安，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读取。接下来读取这个 Nerf 的深度模型的地方了。OK， 那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在这部分呢，其实就是读取资料的话，它这边是算就是比较简单的，它就是刚才我们那个 load Blender data 其实就已经读取完所有的资料了，而且应该已经换成那个可以 pass 到 DNN 里面的那个形态。所以呢，读取资料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完了。那接下来的话，就刚好刚才那一行呢，这个地方 create nerf model 这一行呢，就是我们这个实际构建这个 DNN 的构造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看它这边到底在写什么吧。首先呢，这边就出现了一些看不太懂的东西。它是 return 了2个东西，一个是 keyword arguments train。那这个看名字的话，应该是一个 dictionary。那它是包含了一些 keyword argument， 而且这些是用在训练的时候的。然后第二个参数，第二个回传的值是 test 的时候用的 keyword argument。然后这个 start 不知道什么东西 ，grad var 应该是那个 gradient 的那个变数，然后 models 应该是就是那个 DNN 的模型。那我们现在只是看个大概知道哦，有回传这些东西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再详细看说每一个实际是什么。好啊，一样这边就是写的不是很好，就是这样子的话。通常会怎么写呢？通常应该会就是至少要分行吧，就是像这种一行你要分开的话，就是在某个地方加个反斜线，然后你就可以分开了，这样子。
对，那刚刚那样子写成一行，然后又在奇怪的地方，其实奇怪的地方换行，就是很不容易看懂。所以大家还是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就是太长的地方你就换行，然后对啊，然后不要在奇怪的地方打开括号，关闭括号。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看这个 create nerve 到底在做什么东西。那一样我们就搜寻这个参数的名称。那我们就看到说，哦，是在379行这里有一个create nerve 一个函数。好，那这边的第一个函数的第一行呢，它进来就是一个 get embedder。那这个如果你有看论文，或者你有听我上一次介绍的话，你应该不难猜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定义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地方。我们这边再复习一下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是什么吧。我们这边可以这个可以擦掉了。OK， 就是我们上次呢在介绍论文的时候说，如果你是输入 X， 然后要经过一个 DNN 这样一个 MLP 啦，然后要输出颜色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不太好训练的。那让它更好训练的方法呢，是在 X 加进去之前呢，你在中间加入一个 gamma， 加入一个叫 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会使得整个训练呢加速，并且效果会变得非常好。OK， 那所以刚才那个函数呢是在定义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那详细的数学式呢是把这个 x 呢就是做一个 sin 跟 cosine 的线性组合啦。然后呢这边的话有不止一个 sin cosine， 它是非常多个 sin 2x cosine 2x， 然后一直到你所定义的那个频率的上限。比如说如果你的频率是10的话，那你最高的频率的话会到2的9次方，就是2的10减1次方这样子。对，这个是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详细。好，那我们就也来看一下这个 get embedder 它是怎么写的。好，它不在这里，所以如果不在这里的话，我们再到其他的档案里面去找，或者是这个编辑器应该也有找的方法，就是等一下哦，应该可以按右，为什么按不了右键？对，按右键之后 ，Go to Definition。对，在那个如果你用编辑器的话，你可以按右键，然后就 Go to Definition， 就可以找到这个函数是在哪里定义的。或者如果你用 GitHub 的话，现在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便利的功能，但是现在是只有限定在这个 Python 才可以。就是比如说到它的这个 GitHub 这边，然后找到我们刚刚那个 get embedder 好了 ，OK， 在这里。那现在的 GitHub 有一个很便利的功能，就是你滑鼠放上去，它会这个底色会变成黄色，代表你可以按。那按下去的话，它会告诉你这个 definition， 就是这个函数在哪里定义。然后还有这个右边这个 reference 是代表说这个函数是有在哪里被叫到。那我们这边的话是要看它在哪里被定义，就到这个 definition 里面，然后按下去。按下去的话，它就会跳到那个函数定义的地方。这算是一个还蛮方便的功能。好，那我们回到这个 VS Code 里面来。好，那这个 get embedder 呢，它有两个引数，两个参数。这边的话应该是这个 multi-res 呢，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这个频率总共有几个？那在论文当中使用的频率呢是位置呢，它是使用10个频率。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位置的话，它是使用10个频率，然后这个视角的话，它是使用了4个频率。那这个频率的个数呢，它是定义在这个 multi-res 这个数字里面。OK， 那这边的话呢，它就如果 i 等于-1的话，就是它这边是 return 2个东西。return 一个 embed 的一个这个东西是一个函数，那这边这边比较难懂，对，它是 return 的地方，它是 return 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这个，那这个函数是会把一个 x 变成 gamma x， 对，那个 gamma 的详细就定义在这里。好 ，S 晚安，我们明天再见。明天还有一个直播，应该也是同样一个时间。好，那这边的话是定义那个 gamma 里面有什么东西。晚安，晚安。对，那 numFreq 就是那个频率的个数，那是这个第一个参数。然后呢 ，periodic function 就是里面包含了哪些函数？那我们刚刚说过有 sin 跟 cosine 这样子。那这个 i 的话，应该是不会用到。看这里只有 i 等于1的时候才会用到，实际 i 应该也不会等于-1。我们可以看一下 i embed 它的这个 default 是多少，应该是0吧？对，就是说它这边写说0 for default positional encoding，-1 for none。所以说这个预设是0，就代表它会执行下面这一串，就是会做 positional encoding。那如果是-1的话，就是没有 positional encoding， 就是说刚才这边输入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就 x 直接输入进去这样子。好，那这个是 get embedder 的部分，那这个我们也看懂了，我们把它关起来。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地方 ，OK， 那这个的话是 get embedder， 它会回传一个函数，回传那个 gamma 那个函数，然后回传这个 input channel。input channel 是刚才这里回传的第二个东西，是它的输出的那个 dimension 的个数。那上次也有说到啦，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算一下它输出的个数有多少。就是比如说我 x 它是一个3次元的，就是3次元的位置的一个向量的话，如果这个是3的话，那 gamma of x 的 dimension 会是多少呢？它会是3，就是每一个 x 有3个次元嘛，然后再乘以每一个 x 同时有 sin 跟 cosine， 所以2个，然后再乘以它的这个频率的数量，比如说有10个频率的话，就乘以10，所以这个最后会变成60这样子。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啦，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原本的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呢，它除了这些 sin 跟 cosine 之外呢，它还加入了 x， 就是 gamma of x 不只是 sin 跟 cosine， 它还有 x 在里面。对，但他们在之后的研究发现说，你不加 x。对那个精确度的影响也没有太大，所以他们后来的研究里面就把 x 去掉了。但在最一开始的这个 NERF 的版本里面，它是有 x 的，所以呢，这个 dimension gamma of x 呢，其实最后还要再加一个3啦，就是还要再加一个 x 的这个大小是63，对，但这个 x 就是可有可无。请问频率的数量是什么意思？好，这是一个好问题。那这个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Nakiさんこんばんは。2D 可愛かったです。2D 化おめでとう。好，那我们回答一下 legal 的问题。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昨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Fourier feature。
Networks。今週はいっぱいプログラミングの配信をします。来週もするかもしれない。这个，对，我看这个可不可以放大？哦，好，放大一点。频率的数量，我们看一下哦。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任务里面，我们是想要用一个神经网络重建这一张图片 ，OK？ 那比如说在这个没有什么变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桌面上，就是不管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一片白嘛。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称它叫做低频区，也就是说，你即使动了一点点，或者说你动了一部分，但是你的颜色的那个改变并没有那么大。对，这个我们会把它叫做低频区。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有这些坚果的地方，那你可能走一步，这个颜色的变化就相当巨大。那这种领域呢，我们会把它叫做高频区。那为了重现这种高频的地方呢，我们就会需要比较大的频率。你还记得我们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吗？就是一个连续的函数。如果一个连续的函数，那你两个 input 很近的话，那它输出来的 output 也会很近，所以它没有办法学到那个高频的那个变化。但是呢，如果我们加入了高频率的这个 sin 跟 cosine 的话，那即使你输入的两个值很近，但是在 positional encoding 完了之后的话，它会变得非常远，所以就让这个函数变得更好学习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频率的大小呢，是控制说你最多可以学习到多大变化的那个图片。对。那在这个 Nerve 的研究里面呢，它是发现说啦，就是不能太小。对，首先你太小的话，你那个你就没有办法重现高频的区域。那其次，但也不能太大，太大的话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太大的话会出现类似 overfitting 的一种感觉，会最后出现像这样子。对，在这里。会最后出现非常多的 noise。这边可以看到哦，这边就是在另外一个研究里面啦，它就是研究说你那个频率要设在多少会比较好。那首先它是频率非常小的一个时候，就是那种细节啊都没办法重现。OK， 那慢慢增加那个频率的个数哦，那你就看到哦，图片已经可以几乎很完美的重现了。OK， 但是呢，你就发现，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频率再往上增加的时候呢，你们会出现非常多这种噪点这样子。所以呢，在 Nerve 的研究里面，他们那时候没有做这样子的研究啦，但是就是他们把这个 frequency 的数字呢做一些调整的实验，发现说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是这样子的数字是最好的这样子。请问使用的编辑器是什么？我使用的是 VS Code。这个的话，你可能安装完 VS Code， 你还要设定一下它的那些外观。这边稍微离题一下，外观的话，你可以在这个 Appearance， 不对，是在这个 File Preference 里面，它有一个，我就设定两个东西，一个是 Color Theme。这个的话是设定，我就让大家看一下好了。就我这边可以调很多种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主题就是它，比如说这个参数的颜色啊，然后函数的颜色都不一样。我自己喜欢是比较亮的那一种，所以我选的是这个 Visual Studio 2019 Lite。那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你可以按这个加，它超多的，选一个你看起来最顺眼的这样子。然后呢，我设定的第二个东西是左边的这些小图示。左边的小图示呢，也是一样在 Preference 里面，它是这个 File Icon Theme。那这个的话，预设的话是哪一个啊？预设好像是这个还是这个？预设好像是这个 City， 不知道怎么念。你就看起来比较单调，所以我就下载了一个叫 Material Icon。然后它看起来就
比较多元，然后你就可以看这个图示就知道，比如说这个是执行档，然后这个是 Python 的档案这样子，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都没有什么变，对，总之我是设定这个，那我就看起来就非常的舒适。好，对，然后你还要安装一些 extension， 比如说 Python 的 extension 啊，然后Jupyter 之类的，应该就 Python 的 extension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说吧。刚刚说到就是回答 Legal 的问题，Legal 这样有听懂了吗？就是频率的数量，它就是你要设定一个比较大的数字，那它才能就是重现那个高频的部分。我发现我的人会挡到这里。这样子，对，它要设定一个比较大的数字才能重现那个高频的部分，然后但是同时你也不能设太大，要不然它会出现比较多的噪点这样子。那实验出来的结果，最好的数字是大概10这样子。OK， 好，那听懂了的话，我们就下一步。对，那这边的话，这个UseViewDirs 这个东西，在 Nerve 里面呢，它也有提到说，这个颜色是会随着你观看的那个视角变动而有所改变。这个东西是为了模拟那个反光，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反光的那个效果。最明显的应该是这个车子的这一张图，对。这张图就是你虽然是同一片玻璃，比如说这个挡风玻璃好了，你虽然是同一片玻璃，但是你会根据它的颜色呢，会根据你看的角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这边可以播放影片给大家看，就像这样子，你会看到说这个反光，就是因为光照到那里反射嘛，所以它会根据你看的角度不一样而有所不一样。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也是。就是说你光线的角度跟那个颜色也是有相关啊，这个东西也是你光线角度可能变一点点，你的颜色变化就很大，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 positional encoding 来加强这样子重现的效果。你不能直接把那个角度 pass 进去，如果只 pass 角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重现那种变动一点点角度颜色就变很大的那种效果。所以这个刚说的这个 D 呢，就是那个角度的部分。角度的话，在 pass 到 neural network 里面之前呢，也会经过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一个处理。但这一次的处理的话，就那个频率就没有那么大。它在论文当中是找到了最好的一个数字是大概在4左右这样子。OK，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你再写一次一样的式子，就是那 direction 的话，它是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球面上的一个向量，就是你有一个球，然后这个向量呢就是代表那个光线的角度，所以呢这个向量呢其实也是一个3次元的向量，只是它多了一个条件，就是它的这个。它必须是一个单位向量，它就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而已。但是它还是一个3次元的向量，所以这个经过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后呢，它最后出来的这个大小还是一样，是3×2，3是这个 dimension， 然后2是 sin 跟 cosine， 然后乘上，比如说有4个 frequency 的话，就是乘上4，然后一样就是最初的版本它是有把D 也加到这个伽马里面，所以是这样子会等于24，然后再加3了。之后的研究里面就没有再加这个 identity 了。好，那这边的话是 UseViewDirs， 就是它有没有把这个视角的变换加到那个颜色的里面去。那有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角度呢，还是要
再另外定义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一个函数。好，我们看懂，把它关起来。郑博宇在 Voxel Grid， 在 Voxel Grid 的话，我是知道有一些就是加速的方法啦，就是那个 Direct Voxel Grid Optimization， 或者是那个 Plan Voxel， 这几个都算是蛮有趣的一些研究。那个我觉得很厉害啊，但是就是如果你知道那个 Instant NGP， 那个全名叫啥？它的缩写是 Instant NGP， 但是 Neural 什么的吗？Neural Graphics Primitives 的话呢，你就会觉得 Voxel 好像也不是太有效率，但是就是实做起来比较简单啦。Hello 杨宗翰你好，对这篇很有兴趣，好，太好了，之后补档。对，我们今天在讲它的实作部分。关于这个理论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直播，已经有讲了蛮多关于它的论文，就是关于它还有它的一些延伸的方法。Love your work, man. Can you do a lecture in English in the future? Well, I'm not that good in English, so probably not, but I will try to do some. Like if there are future works about Nerf, I'll try to do some, like tutorials, but not like this lecture because I'm not that good in English. Sorry. But you can ask me in English, I'll try to answer you in the stream. 他们后来是否都没有用到 MLP 了？还是有的，还是有的。Plan Voxel 是没有。Plan Voxel 有吗？ Plan Voxel 好像没了。但是其他的还是有的，其他还是有，他们就是在一个 Voxel Grid 里面存一些特征，然后把那些特征pass 到 MLP 里面，取出它的颜色那些的。Thank you。感觉都用数学公式就可以解决，什么意思？用数学公式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还是有 MLP 的吧？我记得，对啊，这个还是有 MLP 的，但就是 Plan Voxel 的话，好像是没有。NGP is voxel based. It's not exactly voxel based. Well, wait. Are there common Nerf output file that can be viewed in web-based real-time view? Well, currently each work has their independent viewer if there is one. For example, as far as I know, there is Snark. So these days there are many accelerations about Nerf that has real-time viewers. For example, this one, and you can, they refer to many other works like Fast Nerf, Plan Octrees, and Kill Nerf. So each of them has an independent viewer. There is no a global viewer that can view all of these works. You have to build them one by one. Yeah, but you can, from one web page, from one project page, you can jump to all the others. That's a good thing. So NGP is not voxel based. Well, it's not voxel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not organized. It's more like a hash map. So each voxel is in an independent place, and you store that place. You store the index and where the voxel is located in a hash map. So this requires more CUDA programming that I'm not familiar with at all. So I cannot tell you more about that. Sorry.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们的问题？对，没有用到 MLP 的，现在应该还是只有 Plan Voxel 吧，我记得的话。好的，给大家
PlanOxo， 这是刚刚那个 PlanOx Tree 的一个新版的进化，贴在这里给大家看。好，我们再回来Let's go back to the code。OK。好，那我们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定义完之后，那接下来就是中间的了，就是中间这个 DNN 的部分。那我们就来看它是怎么定义的吧。那它这里又多了一个叫 init nerf model 的一个函数。那这个想当然就是我定义那个等一下，为什么我按右键一直会那样子？好。那想当然，这个就是定义那个我们的神经网络它的模型啦。那这边的话，一样大家要记得这是非常长的这种函数啊，你不要把它就写在同一行，你要么就分行，分行你可以就是每一个参数你都分一行，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看起来是比较舒服啦。对 ，OK，Thank you。然后我们就接下来看吧。它这边就在定义那个模型的构造。那它这边先定义那个 activation function 是一个 ReLU， 然后input 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input channel， 然后 input views。OK， 就分别对应到我们这个 x 的大小 ，x 就是位置的那个向量它的长度，也就是3，因为每个位置是 x、y、z 的3次元嘛。那这个 input channel views 呢，则是视角它的那个向量的长度，我们刚刚说过，也是一个3次元的向量，所以是3。对，所以 input 的地方它的 shape 就是3加3。然后它在这边呢，把这个 input 呢切成两个长度为3的向量，分别是这个 x、y、z 跟这个 direction 的部分。然后它这边很多 print，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啦。那现在这种，它就是 debug 就 print， 然后它最后 release 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 print 用掉？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哦。等等哦。Input function, embed function。不对，它这边写的有点怪怪的。现在看才觉得怪怪的。它这个 input channel 不应该是3啦，它这边写的这个 default 是有点误导人的。这个不应该是3，这个应该是在 positional encoding 完之后的值才对。所以如果有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话，这个值应该是我们刚刚算出来的，就是加上它了之后的大小，不是原本的，而是加了伽马之后的大小。所以这个 default 的值应该是63，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27，就是我们刚刚算的这些数字这样子。它写3是比较有点误解人，就是写3的话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加 positional encoding， 但其实这里是已经加的了。Can you recommend a Colab notebook for Nerve? I think the official one is good enough. Look, here is a open in Colab. I think you can run this one. Yeah, personally, I don't have experience running this one, but I think this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if you are new to Nerve. This is called Tiny Nerve, so I think there are fewer functionalities inside, but you can get a rough idea of what Nerve is doing.
好，所以这边对，刚刚说这边应该是加上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后，它的那个 x 啊 d 它的长度，所以应该是63跟27。然后呢，这边就是定义那个模型它是怎样。那这个模型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论文，因为其实看 code 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看出那个模型的构造，但是在论文里面它有画出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这样子的。对，这边就跟大家说一下，身份不是机密啊，身份虽然我现在那个影片已经隐藏起来了，但我上次有开一个直播介绍我是干嘛的，自我介绍。对，我现在是在工作，我现在在日本工作，那也是做跟图像处理有关的工作的。这个 AI 的研究，对，那我以前有当过研究生是没错的。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刚说到那个模型的构造，它 input 进来嘛，这个应该是63才对。就 input 的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进来之后呢，它是经过了多层的这个 MLP， 那这个多层的 MLP 是在这个 for loop 里面。就是每一层呢是一个 dense， 就是 densely connected 的，叫 MLP 的东西，对。然后呢，中间有一个 skip connection， 就是在中间它会再度加入一次这个 input， 这个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再加入进来，所以在这一层的 input 会变成是63加256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然后再继续往下连。对，所以刚刚那个旁边那个东西叫 skip connection， 对，是定义在这个 if I in skips 的这个里面。好，那最后的话呢，它在这边输入到第8层的时候，它会输出这个密度的这个值。那密度的值就是一个正值，一个正的浮点数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用这个 alpha out 来表示。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输出的密度。好，那输出完密度的同时呢，它在这里最后一层呢，再把那个角度的向量的 positional encoding 再加进来，再加到这个 input 里面，最后再经过一个128层的全连接层，最后输出这个点它的。这个点以及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它的颜色 RGB， 那这个东西就定义在这里这样子。这边的话应该比较简单，就是一堆 dense 的连接在一起，然后你有时候要 concat， 就是刚刚说到那个 skip connection 啊，或者是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把那个 viewing direction， 你要把那个视角加进去。这边的话又有一个 concat， 就是这两个东西的组合而已，所以这应该没有太难。然后最后回传一个 Keras 的 model。OK， 好，所以这边的话是在这里回传了一个 model 过来，所以这个 model 呢，就可以知道说它的 input 是啥来着 ？input 是 positional encoding 完之后的 x 跟 d。也就是 gamma of x 跟 gamma of d， 然后最后输出的结果呢，则是RGB 跟 alpha。这边应该写的更详细一点啦。最后一层这边输出的就是 RGB 了。对，那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中间层的话，你可以像这样子啦，什么 output 啊之类没有意义的名字也没关系，但是至少那个 input、output 你把它写清楚一点。就比如说最后一层这个 output 就是 RGB 跟 alpha 啊，你 RGB 就写 RGB， 不要再写什么 output， 就看不懂。对，好。所以最后输出的是 RGB 跟 alpha 就是4个，就是 b 乘以4啦，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是
batch 输入进去，所以第一个次元会是 B， 那第二个次元是 RGB 跟 alpha， 所以有4个。这应该不要叫 alpha， 应该叫 sigma。哎呦，他为什么不写一样的呢？因为他在论文里面明明是叫密度叫 sigma， 而且 alpha 指的是透明度，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太一样的啦，所以还是写一样的比较好哦，而且也不用写 out 了，这样子。好，那这边还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改的，但是就先这样子吧。OK， 好，那我们把这边也看完了这个 model 的部分。然后呢，它这边 GradVars 是把那个所有可以训练的变数呢存到这里面来。我是不太了解 TensorFlow 它的 backpropagation 啦，我觉得应该可以不用这样子吧，应该可以 model 点 fit 就可以直接 backpropagation。但它这边是因为它有2个 model， 好吧，但应该也有更简便的方法。没关系，我们就照它这样子解释吧，就是它把这个 model 的可以训练的变数呢存到这个 GradVars 这个变数里面，这样子。然后呢，它在下面呢再定义了另外一个 model。这边的话呢，是我们上一次有讲到的那个叫做 Coerce to Find 的 Sampling Strategy。所以我们上次有说到说，为了让这个采样点的摆放更有效率呢，它是采取了2个阶段的采样。那第一个阶段是在 near 跟 far 之间呢，就是 uniform， 就是等间距的采样，这样子，就是每隔一段距离放一个采样点。那这是第一阶段，是黑色的这些采样点。那第二阶段呢，它是根据第一阶段采样出来这些采样点它的密度的分布呢，那比如说在这里它知道可能这一点的密度比较大，这一点的密度比较大，那他就知道说那这个物体可能就在这2个之间，那我应该在这2个采样点之间采样更多次，让我这个效率变得更好。所以呢，他会在做第2次采样，就是根据第1次采样算出来的那个密度，那在密度高的地方放更多的采样点，比如说像这样子。那其他地方因为密度低，那它就不放了。好，那在实际训练的时候呢，它每一个阶段呢是采用不同的 model。那 Stage 1 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叫一个 Coerce 的 model， 然后 Stage 2 呢，它是用一个叫 Fine 的 model。那这2个模型就是构造是一样的啦，只是权重不一样而已。对，它就是实际呢，它是有2个模型，然后一个是比较稀疏的，一个是比较稀疏的用来重建这些等间距的采样点的颜色啊密度，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密集的，是用来重现这些比较密集的采样点它的颜色密度这样子。好，所以呢，它在这边呢又定义了一个 Model Fine， 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2个阶段的那个模型。那模型的构造啊，输入输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是用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函数去把它叫出来。不知不觉就1个半小时了。我今天不能讲太久，我今天就可能讲到这里就好。我把这个函数讲完好了，因为也剩不多了。OK， 然后呢，他再把这个函数，不是把这个函数，这个模型的这个可训练的变数呢，也加到刚才我们生成的这个 GradVars 里面，所以这个 GradVars 里面就包含了这2个模型它所有可以训练的变数。好，那这个我们也看完了，我们就把它用掉。然后呢，它这边有一个叫 Network Query Function， 那这个如果你详细看的话，就是它这边就非常复杂了，它一个函数又 return 另外一个函数，这写法其实真的
很难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比较快讲解完。这个函数的话，就是它包含了 input 就是原本那个 x 啊 direction 就是3次元的那些函数，3次元的那些向量。然后呢，它又有 embed function。那这个 embed function 就是所谓的刚才说的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它把 input x pass 到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最后呢再把它 pass 到那个 network 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然后最后会回传 output， 就是那个 RGB 跟 alpha 这样子。OK， 所以这个，然后我们刚刚跑到哪里去了？好，在这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然后会就是把 input XYZ， 然后 direction， pass 到那个神经网络里面，然后最后输出 RGB 跟 Sigma， 这个是这样，这个函数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把这些函数啊，然后一些不同的参数丢到这个 keyword arguments 里面，然后再回传到刚才的，回传到刚才这个674行这里。然后下面还有一些什么啊？下面还有 NDC， 这个下次再说好了。这个 NDC 是另外一个空间的一个压缩的方法，但这只有在这个实际的那个资料才会用到。我们是这个 Blender 的话就不会用到。好，然后下面的话是在做那个纯训练出来的那个神经网络的权重的部分。那这边的话也是不太重要，就不讲了。对，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大概做完了2步，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训练就3步嘛，资料，然后神经网络跟计算 loss 这3步。那我们今天大概就看完了前面2步，第一步读取资料，那第2步 DNN 的地方就是在这个674行这个地方，674行到675行这2行里面，就虽然它是叫了非常多其他的函数，但是本体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呢，它创建了这个神经网络的模型。OK， 那我的人物是不是不动了？那我的人物不知道为什么不动了，笑死！我重新开一下，它当掉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所以，那我们下次，那我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把它关掉啊。我再重新开一次看看。OK， 又可以动了。好，那对，今天就讲到前2个部分，然后下一次直播的话，就把最后这个计算 loss 的部分也讲完，然后应该这个就讲到这里了，因为它就是今天也跟大家说，它有很多地方就是写的让人看的不是很舒服，所以对，主要的目的还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首先就是这些研究者他写的 code 大概是长怎么样子的，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如何在这些 code 当中找出这个学习啊、训练跟推论你要的部分，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这3个啦。你找到资料在哪， DNN 在哪，计算 loss 在哪，就大概就了解了这样子。好，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我们可以简短的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这样子。
请问录播什么时候可以发出来？录播通常都是1天之内会有，对，你可能明天再看就有了。Thanks so much. Really appreciate you spending time walking through codes and concepts. Thank you for coming. Yeah. So this kind of topic I will probably not do many times because reading others' code is like brain consuming. So I'll probably not doing that so many times, but I'll try to like do more streams about me implementing stuff. 好，那 Kondo 辛苦了，谢谢小红辛苦了 ，KJ 张晚安 ，Richard Liu 谢谢辛苦了，上辛苦了，于谦辛苦了 ，Legal 谢谢受益良多，自己读真的是看不懂。哦，大家觉得这种比较有趣嘛？我自己是觉得读code还是算是比较累的，但你就抓住诀窍之后，即使累，但你花时间应该还是可以看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之后再找一个难懂又不是很难懂的，再讲解一次给大家听吧。对，那明天的话会，明天要做什么来着？哦，明天的话又直播一个那个程式的一个模拟恋爱的游戏，反正就一个写程式轻松的一种小游戏，跟深度学习没有关系的。对，然后就聊个天之类的。然后下礼拜的话，应该会再做一些深度学习的直播吧，要么读论文，要么自己写code的，目前还没有决定。对，那决定的话会发在我的推特，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的推特，我的那个情报啊都发在上面。我要怎么？对，这个给大家追踪一下，希望可以继续更下去。好，会的。郑博瑜刚还没打招呼的 Evan 辛苦了，晚安。樊佑明辛苦了，晚安。你也是。郑博瑜，谢谢大家来看，因为有兴趣会想要改写。对，这个东西我也有改写，就是我把它写成就是用 PyTorch Lightning 写出来。那很高兴这个东西在应该上个礼拜吧，就突破了1000颗星星，就是算是人生当中一件重大的成就，我也蛮开心的。对，我把这个 Nerf 呢用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重写了一次，就是上次介绍的那个框架，然后对啊，所以就写成这样就看起来比较简单。你有 Optimizer 啦、Train 这些资料的读取的部分，然后 Loss 是在哪里计算都比较一目了然啦。对，好，那应该大家都打完招呼了，那就今天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讲1个半小时，对，因为有其他事情，所以没办法讲太久。那剩下的部分就下一次直播哦，对，下一次直播那说不定就是下礼拜了。下礼拜我就把这个讲完，然后看一下要不要再做其他写程式的直播。好，欢迎大家追踪推特，然后来看直播。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啦，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